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官媒点名，36岁程毅一出手就让世界看见中国实力。2026年6月29日，程毅主演的国产武侠剧《富山海》正式登陆越南 Today TV 频道黄金档，当地平台直接用暑期超级大作做标签全线推广。程毅的名字被放在了宣发物料的核心位置。这件事不是一次普通的国产剧版权出海，是中国武侠带着实打实的非遗功夫，真正走进了海外主流电视平台的核心受众视野。很少有人注意到，36岁的程毅正在用一部部作品，让世界看到中国影视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真实力量。2026年6月16日，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彩罗奖颁出一个很罕见的奖项，程毅主演的港风悬疑剧《受谎》连正式开机都没做，就拿下了2026最具期待作品。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个未开机就获奖的项目。很多人讨论这个奖的合理性，但监制曾志伟在现场的采访说透了这个奖背后的逻辑。他直接夸程毅是足够努力也足够有内涵的专业演员，做事的态度摆在所有业内人眼前。剧集还没开机，程毅已经提前1个多月扎进了香港，每天跟着一线警务人员学习真实的办案流程，小到审讯室的座位布局，大到和嫌疑人对峙的语气节奏，全都逐一琢磨。他定期找心理学专家请教相关专业知识，每周固定抽出时间跟武术指导排练动作戏。为了贴合角色背景，专门抽时间补习粤语，熟悉香港本土的文化细节。整个筹备过程全程没有流出公开路透，也没有买话题炒热度，整个团队就安安静静沉下心打磨角色状态。这种操作放在今天流量未先的影视行业真的不多见。现在不少艺人项目刚立项就开始炒路透炒概念，戏还没拍先把热度炒起来，最后作品出来粗制滥造，消耗完流量就换下一个项目。程毅这种提前扎根角色的做法，本质上就是对作品和观众负责。就在《富山海》登陆越南黄金档的前一天，也就是2026年6月28日，程毅还有一个动作刷屏了业内。他主演的3部不同题材作品，同步登陆国内多家卫视频道，直接杀入今年暑期档的收视竞争。3部作品分别覆盖古装武侠、法治现实、谍战3个完全不同的赛道，每个赛道都有稳定的受众基本盘。这种多题材霸屏的状态本身就说明了很多行业层面的问题。莲花楼作为古装武侠的口碑作品，开播到现在一直在轮播，很多观众翻来覆去回看，仍然能挖出新细节，成为近年少见的留得下的古装武侠作品。底线扎根真实社会议题，用专业叙事还原法治工作场景，没有刻意煽情，也没有悬浮造神，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认可，口碑一直保持稳定。身前走的是谍战赛道，靠紧凑的剧情和扎实的细节质感，在细分领域站稳了脚，没有拉胯也没有敷衍，给观众交出了合格的成绩单。3部作品风格差异极大，却都保持了稳定的内容质量，这直接打破了很多人对程毅只会演古装的刻板印象，也让大家看到他跳出舒适圈的演技跨度。这种多题材并行输出优质内容的状态，其实就是当下中国影视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国产内容出海都被贴上只有古装品类单一的标签，而现在现实题材、悬疑题材、行业题材都在持续产出优质作品，已经具备了对外传播的内容基础。演员对不同题材的驾驭能力，本身就是内容走出去的重要支撑。回到《富山海》本身，
这部剧能拿到出海的入场券，本身就靠国内市场的硬成绩说话。截至2026年6月，这部剧在国内全网有效播放量已经达到17.64亿，即均播放量4410.9万，拿下了2025年古装剧集均播放的最高纪录。社交平台上，相关话题总阅读量突破100亿，剧集收官已经很久。观众的讨论热情不仅没有消退，反而还在持续上涨，走出了少见的长尾热度。支撑这份热度的核心，就是剧集对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入。为了还原剧中的武术戏份，程毅提前很久就进训练室，系统学习国家级非遗棉拳。从招式细节到发力逻辑，他都反复打磨，一遍遍地调整弓步角度、出拳力度，把棉拳绵里藏针、柔中带刚的特点抠到了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里，最终呈现在荧幕上的武打戏份刚柔并济，章法清晰，没有花里胡哨的慢镜头，也没有靠剪辑拼凑的假动作。棉拳非遗传承人看完剧集后直接给出评价，称演绎形神兼备，有真功夫底子。传承人也肯定了这种影视化表达对非遗普及的推动作用。而程毅之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就说过，自己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武侠，这份想法从来没有停留在口头上。现在随着赴山海出海，这份承诺落地了。越南很多观众通过这部剧，第一次完整接触到棉拳这门传统技艺，不少年轻观众看完后主动搜索相关资料。国内也有很多年轻人受剧集影响，开始自发了解棉拳，甚至尝试学习，直接形成了影视带动文化传播的正向循环。这就是好作品能起到的实际作用。从人民日报的专访到多家主流媒体对其作品文化价值的报道，官媒对程毅的关注从来都不是盯着他的流量数据，而是关注他作品承载的文化意义与正向价值。高考期间，他一段关于成长与坚守的寄语被多家主流媒体转发，传递给年轻观众的就是脚踏实地、坚守方向的人生态度，刚好契合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需求。和很多靠话题炒作走红的艺人不同，程毅的公众认知从始至终都和作品深度绑定。他的每一次出圈背后都有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支撑，每一次引发讨论，核心都离不开角色和内容本身。这种发展路径刚好符合公众对优质演员的期待，也契合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。只有真正扎根内容的创作者，才能承载起文化传递的功能，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。官媒的发声与认可，本质上是对一种行业方向的肯定。演员的价值，从来不是看流量数据有多高，而是看能不能用作品传递正向价值，能不能带动文化的传播与普及。不必把程毅个人的成绩过度拔高，他的出圈本来就是中国影视行业整体发展的一个缩影，是无数幕后创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。但它的价值在于给当下的年轻演员提供了一个清晰可参考的样本。演员只要沉下心打磨专业，守住内容底线，愿意为文化传播尽一份力，就能既获得市场认可，也能承担起更多文化责任。未来当更多演员沿着这个方向深耕，中国影视的整体实力自然会稳步提升，也会有更多带着中国文化基因的优质作品走出国门，让世界看到更立体多元的中国文化。